嗨，我是老板。我们之前有一集男生为什么不想结婚，当然要平衡一下啦。我们今天来讨论为什么也越来越多的女生不想结婚了呢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其实无论男女啊，不婚的人好像都越来越多了。对啊，就没有像以前那样结婚一定是女人的归宿之类的。很多女生现在也觉得啊，我没有要生小孩啊，我也不结婚，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人类会灭绝吗？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去做。其实是突破了一些思维，就是我们可以越来越依照自己的想法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，而不是一定要被婚姻或生小孩捆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像是一种思维上的进步啦。那我们来讨论看看，到底女生可能具体是因为哪些原因而不想结婚？第一个啊是不喜欢她的家人。婆媳问题。家人不止妈妈，其实还有兄弟姐妹。哦，我发现有很多女生是不喜欢她爸妈或者不喜欢她的兄弟姐妹，对，就没打算跟他们成为家人，于是停留在女友身份就好。因为女友身份你可以不要理他们，但是家人变姻亲的时候，你变成一定要搭理他们，或是一定要保持互动或什么。可是女友好像可以闪过很多互动，对，回家可以不出席，对，可以不出席某些东西啊，可以减少跟对方在一起的时间啊，或是你妹去我就不去啊，什么，你妈要去我就不去，什么这种嘛。对啊，可结婚好像就是不是比较难？结婚如果那种节日没有跟着回去的话，就觉得怪怪的，就会被说谎。我发现有很多女生是为了跟男生的家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跟界限，所以我们不碰结婚。之前是有看过网络上就是有人分享说，女生嫌男方家长很俗气。很俗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怂怂。对，所以父母一定有很高级的吗？就是他们可能在吵那个城乡差距然后就有看到女生在嫌弃男方，可能去了他家之后，然后跟父母相处之后，发现怎么落差很大还是什么，或者是嫌弃人家的家境。对。这其实很难走下去，要结婚就很难的。是啦，你可能跟这个人谈恋爱，你觉得 OK， 可是碰到双方的原生家庭，谁嫌弃谁，其实都是有可能的。对啊，对，不管是家人的个性、态度、价值观或家境，都会在那个 moment 全部跑出来。对啊，对。可是谈恋爱的时候可能都没这些事，对，因为你跟我是 OK 的。很多人就因为这样，他就不去碰结婚的议题了。第二点应该是很多人的原因吧，就不想住进他家我们之前有拍一系列不要住他家几集啊，3集看一下。好，可是有时候是遇到男生，他就是没有自己外面的家，所以一旦结婚，你一定就是先住进他的原生家庭，以至于女生觉得 no， 先不要，所以怎么办？一定要搬出来一起住。对，所以你们一定会有一笔新的共同开销。没错，如果没有就不要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超多女生是因为不想住进他家而不想考虑结婚这个议题。好，然后就卡在，可是男生又觉得我们现在也不可能买房子，或者是那我要租房子的话，我们又多一笔开销。然后甚至有时候女生也不想一起摊，那男生也负担不起1个月的房租，就卡在那里了，婚也结不成。然后后来女生就觉得算了，那我们就不要结婚，我们就继续这样。没错，很多男生觉得我现在住家里住得好好的，你现在叫我突然出去，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，我都多一笔开销，而且他自己做家事，他不想离开有妈妈的环境。这个我的书有写大家可以看，有分析男性的心理，为什么男生不想离开原生家庭。那可是万一女生也是住自己原生家庭，对啊，那2个人都不想离开原生家庭，被照顾得好好公主王子的环境，所以永远结不了婚。那之前也有人讲过说，男友会说先住我家，我存到钱，或我们一起努力存到钱，我们就搬出来。这好常听到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这样子就先住进去，哇，再也搬不出来了。话术，因为没有那一天，没有存到钱的那一天。所以我们暂时先不要结婚。我们的破解之道就是，如果要等到那一天，那就那一天再结婚。你不要什么先搬进来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存钱，然后存到钱之后，男友又说：“你看，那我们现在这笔钱拿去买车，或是出国玩，不是很好吗？干嘛拿去买一个房子？那我们这样子多辛苦啊！我们生活品质会下降女生又被说服了，我也会被说服。很多人现在越来越不结婚就是这样啊，我们没有一个2个人家庭的空间跟经济能力啦，那就不如都还是干脆住自己家，偶尔见个面就好了。第3点就是很多女生说，一想到各种节日不能回自己家就不想结婚了，例如什么过年、中秋节、端午节、清明节、父亲节、母亲节，全部都要去男方那边的话，他们觉得就没有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了。真的，因为也只有这种长假才能回到家，尤其是如果像我们这种北漂的，你也是这种情况下才能跟自己的原生家庭、跟亲戚见面，然后这些时间如果又全部是去老公那边，你其实跟家人几乎没有太多时间了耶。对，所以有些女生就觉得，如果要按照现行社会，好像大家习惯这些节日是要回婆家那边的话，她就觉得那我们不要结婚，还可以各自回家。对啊，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人是，他就轮流，过年也轮流。
今年来我家，然后明年去你家，这样比较好，就感觉比较男女平权，对不对？对而不是全部都是父系社会的感觉嘛。对啊。但是不要对方家庭能接受啊。有些人都说过年要拜拜是可以的，连父母都不行。哦，有听过这种，就是年假是不能离开那个周楚。对啊，要陪阿公阿嬷，还要拜拜，1到5都有超多行程的。你们是不能小两口自己想出去玩或出国的哦。你现在表情怎么？我整个傻眼呢。我想说，我没有想过那么远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就有啊。那不是有说初二回娘家啊，是可以回去的吗？可是初二回娘家，就是姑姑们也都要回来啊，那你不用在家煮饭吗？所以初二，所以初二还不能回娘家，还要处理自己这边回来的姑嫂们。对啊，那这样不是双标？你自己的女儿可以回娘家，然后别人的女儿不能回娘家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住乡下，然后我们那些街坊邻居们，他们都会互相抱怨。互相抱怨怎么媳妇吗？互相抱怨媳妇。我就觉得哇，好可怕！要落入这种被抱怨的那个里，不如我们先不碰。对，怎么办？我们这一集不是要讲女生可能不想婚，我们为什么在抱怨婆婆？你才会不想结婚啊！哦，除非你确定你婆家是可以接受你这样子。哦，一开始就讲清楚。对，所以我之前有讲过，说不要在婆家面前装乖。真的，你一开始就做自己，没哈，你们就不要结，不要在那边小媳妇，然后乖乖的，然后后面才能抱怨说为什么都不能回家，为什么都不能怎样，为什么都做家事啊？你前面为什么都不去用这些东西去碰撞？你去碰撞完，对方搞不好可以接受了，你们后面就顺了。那不能接受要分手或不结也可以啊。可是结果你前面装乖，后面才要做自己，不行不行。对啊，好，然后我有朋友有一个好解决方法，他是说那些节日两家族就团聚这样子，会很尴尬。可是那也要感情好，他们是因为刚好他们感情好，他们变成过年就全部吃饭店，两家一起吃，就不会有说是去婆家还是去娘家这个问题了，很难。对，其实很少能这样的，我真的也是觉得很幸福美满。第4点是女生自己现在过得很好，没有想要改变这个状态，结婚就没有像现在。第一个我会考量的点就是我的金钱分配。你只要没生小孩的话，你金钱会有影响什么？有那种观念，就是你结婚之后，你的所有薪水会变会有共同开销。可是如果你们已经同居了，早就有共同开销了。可是我觉得不太一样，就是结婚之后会觉得我们赚的钱都是要一起共用的，所以我可能需要买个奢侈品什么的，我可能会需要对方的同意。女生会觉得我的钱好像要被管了，所以就是一旦结婚，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家庭为单位了。可以前会觉得是个人，包含女生可能也想要管老公的钱了。对。不能有买游戏，大家开始会管到对方的经济，然后如果不想碰这个议题，就先不要结婚。可是其实大家游戏规则是制定的啊，你们可以结婚，但是还是各自经济独立啊。你们还是可以自己商量出，我们虽然结婚，可是我们的钱还是互相不要管，或者每个月我们就只拿1万块或2万块出来当做共同基金，那个钱就是花在我们同居或者是我们的共同开销上。那要再多就要商量了，是可以这样。就其实婚姻里面的游戏规则是你们2个自己定的，所以我建议不管男生女生，不要因为结婚就被社会框架捆绑，因为刚自己这个就是社会框架。像我就觉得就是家事的部分，就好像结婚就是一定要老婆做家事，这也是一种捆绑啊。因为妈妈都说你在家不做家事，以后怎么结婚？对我妈都这样跟我讲。还有从小会被妈妈讲说啊，你不会煮饭，不会洗衣服，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？女生不可以像你这样。没错，我们从小可能是接受了很多父系或父权的这些思想，就是女生就是要成为洗碗机、洗衣机。这些现代科技都可以解决，好不好？有吸尘器，吸尘器谁都可以用，不是只有女生可以用。还有扫地机器人。对妹，这件事情我们要突破框架，男生女生其实都可以会煮饭，都可以去清洁家里，都可以做家事，或者你们也可以共同开销里面找钟点的清洁人员来做。对，不要有那种好像结了婚啊是老婆之后，所以老婆就要包办这一切，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事。我们就是会被这些影响啊，就觉得结婚就要变那样。对，这个就是父权思想，那你就要小心对方有没有这个思想，因为有时候你没有，他有，或你们都有，那当然你就会觉得结婚是一种负担，是一种枷锁，因为这些大帽子就全部都要扣到你身上了，你就是要做家事啊！你老婆不会做家事哦，啊，你老婆不会煮饭哦，啊，你妈妈煮饭不好吃哦，怎样？到底为什么女性就要背负这些？我煮饭一定要多好吃，不能不会煮饭，我只会煮泡面，奇怪，对啊。然后男生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。真的，我有一个朋友是住日本，然后他小孩上要做漂亮的便当，对，然后他每次都是去超市买到现成，压力很大哦，他压力超大的，因为还要排成什么熊猫啊什么，然后还可以去看影片学，但他做超丑超难吃。这个叫妈妈的战争。真的，我就觉得哇，结婚压力好大。对，那我建议大家就是，其实现代我们可以突破这些思维啦，就是男生也可以做，男女是可以 share 的，不要再全部都是女生要做。那你们也可以
有你们自己的逻辑，就是我们怎么分配嘛。对啊，这样你就不会因为这样而不敢结婚，因为你怕的是婚姻的枷锁，不是婚姻本身。那婚姻的游戏规则大家自己定吧。第5点是，当女生没有要生小孩的时候，突然找不到结婚的意义，好像很多人会这样，就是如果我没有要生小孩，那我干嘛结婚？所以嘞，结婚只是为了生小孩。这对吗？它有等于吗？因为我如果像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生小孩，那她就会说那你就可以不用结婚了。哦，对，就是好像把结婚跟生小孩绑定。对，所以老公只是精子银行，你认识的精子银行，这样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婚姻有等于只是为了要生小孩吗？以前会觉得结婚就是要生小孩。如果大家有疑虑，想要突破这个思维一样，我这本书里面有写，对，你可以把它看通透，你就会发现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你是把生小孩跟婚姻绑定的女生，你确实会觉得，那我干嘛结婚？对，就没有必要了。你等于只是要为自己的小孩有不要付不祥而已。那如果没有要生小孩，突然找不到任何要结婚的理由，好像也是，因为其实同居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好，那大家可以再看一集，到底为什么要结婚？这里面有定义。法定的配偶的一些相关权益，对，这一集把它看完，你也会发现哦，结婚还有别的事，不是只有在生小孩而已。所以当女生不想生小孩的时候，确实好像对婚姻的憧憬跟那个就没了。对耶，很多啦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就觉得那我结婚干嘛？我们就谈恋爱就好，还比较开心，然后也没有刚刚那些束缚。对啊，所以男性朋友们，你可以想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生她不想结婚呢？是因为结婚之后面临的全部都是坏处啊。因为要改变比较大的是女生啊，对啊，男生可能很少想过这些问题。一旦结婚，改变很大的，例如要回婆家的，要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密切接触的，跟自己的家庭接触减少的，各种就是女生其实受的改变确实比男生大，尤其如果是女生住进男生的原生家庭的。可是很多男生没有办法换位思考，他想不到说有差吗？差在哪？就有我家，什么？因为是你家不是他家啊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如果是男生很想结婚的，建议可以想一下你的女友为什么不想结婚，因为我身边现在看到越来越多是男生想结婚呢，女生不要因为如果进去他家，我觉得我这些事我都做，但做不好还要被骂，对然后被所以反正无论如何绝对不可以住你家，你一定要先破解这一点，他才要跟你结婚，然后再来就是要讨论有没有要生小孩，因为女生也不想被逼生。没错，然后再来家事谁要做，经济的共同负担要讨论，这一切也都是现在女生会考量的点了，而不是只是想要求个有结婚有伴就好了。没错，女生的思维也已经变了，所以想结婚的男生，你们的思维也要跟着变哦。然后也因为越来越多女生不想生小孩，因为生小孩的负担超大。我们之前也有算过这集，就是生一个小孩要花多少钱的这件事，有人说800万，有人说1000万。哇，他一生会花你多少钱？然后现在很多女生就觉得，那我不如自己过得好，我们不要去负担小孩，因为搞得自己累得跟狗一样。我留着可以买好几颗包。把自己生活品质顾好就好，我们没有一定要传宗接代的啦，这样。所以之前听过一句话说啊，你如果要炫富要炫包，还不如炫小孩，因为小孩一个晒出来1000万。啊，我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然后突然你以后看那个有生3个的，哇3000万，他好有钱哦。现在的炫富是要炫小孩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能生1个养得起就很厉害。对，生1个就了不起，3宝的真的是佩服。好啦，所以女生你们还有因为什么原因不想结婚的，可以留言跟男生说。然后男生，如果你有发现奇怪，女友迟迟不想跟你碰结婚的议题，真的现在身边越来越多这种，希望你们借由这一集大概了解一下，女生是因为考量了什么，也许你可以借由我们今天的影片一一去讨论跟解决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踪我的IG哦。